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简直是太戳心了。一个大陆姑娘为了救她的哥哥，不惜铤而走险偷渡到台湾，最后竟然邂逅了自己的真命天子。这种跨海峡的爱情故事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精彩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让人又酸又甜的故事吧。话说，在福建沿海的一个小渔村里，有一对相依为命的兄妹，哥哥叫林海，妹妹叫林小雨。他们的父母早年因为一场海难离世，所以从小就是哥哥拉扯着妹妹长大。林海比林小雨大8岁，为了供妹妹读书，他放弃了自己的学业，在当地的渔船上打工。林小雨很争气，不仅考上了护理学校，毕业后还在县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兄妹俩的生活本来过得挺顺遂，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。就在林小雨工作的第2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了他们身上。那天，林海照常出海打鱼，谁知道突然狂风大作，海上掀起了巨浪。林海所在的渔船被一个巨大的浪头掀翻，船上的渔民们都落入了冰冷的海水中。幸好救援及时，大部分渔民都获救了。但是林海为了救一个落水的老渔民，自己却被船上掉落的重物砸中了脊椎。哥，你醒醒啊！林小雨在医院病房外焦急地等待，当医生走出来时，他立刻迎了上去。医生摘下口罩，神情凝重，家属是吧？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，脊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，目前下肢完全没有知觉，恐怕什么？医生，您直说吧。林小雨紧张地问道。恐怕会终身瘫痪。我们医院的条件有限，你可以考虑转院到省城的大医院，或许还有其他治疗方案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林小雨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他不敢相信，那个曾经顶天立地的哥哥，居然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。不行，他一定要想办法治好哥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林小雨四处奔波，带着哥哥的病历去了省城最好的医院。但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，脊髓损伤太严重，即使手术也很难恢复行走能力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林小雨不甘心，他开始上网查询相关的医疗信息。就在这时，他无意中看到了一则新闻，台湾长庚医院脊髓损伤修复技术获得重大突破，多名重度脊髓损伤患者实现部分功能恢复。新闻中提到，台湾在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方面的研究一直走在前沿，特别是针对脊髓损伤的治疗，已经有了很多成功案例。台湾的医疗体系虽然规模不如大陆，但精细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在某些领域确实领先许多。这让林小雨看到了希望，他立刻联系了台湾的那家医院，得知确实有针对像林海这样情况的治疗方案，但因为两岸关系复杂，要办理正规手续去台湾非常困难，况且治疗费用也是天文数字，林小雨陷入了两难。就在他犹豫之际，医院里来了一位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老太太，因为突发疾病住院。林小雨负责照顾这位老人。在聊天中得知老人的儿子正是台湾长庚医院的一名神经外科医生。小姑娘，我看你挺不错的，有什么心事吗？老太太慈祥地问道。林小雨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哥哥的情况和自己的困境告诉了老太太。哎，这确实很难办，老太太叹了口气。不过你别灰心，我回台湾后可以和我儿子商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你。就这样，在老太太的帮助下，林小雨获得了台湾医生的联系方式。那位医生叫陈志明，是台湾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。通过视频通话，陈医生看了林海的检查资料后表示，虽然情况严重，但还是有治疗的可能性。但是要来台湾治疗，手续很麻烦，而且费用也很高。陈医生实话实说。陈医生，只要有希望，我就一定要试一试。钱的问题我会想办法，但是去台湾的手续，林小雨欲言又止。这个确实很难办，现在两岸关系，算了，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。陈医生叹了口气，不过如果你真的决定要来，我可以在医疗方面尽全力帮助你。挂断视频后，林小雨心里已经有了决定，为了哥哥，他愿意铤而走险。林小雨开始筹备资金，卖掉了他们的房子，又向亲友借了一些钱。然后他托人联系了蛇头，准备偷渡到台湾。
小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。蛇头警告她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只要能救我哥哥，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承担。林小雨坚定地说。就这样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林小雨和哥哥坐上了一艘偷渡船。这艘小船在茫茫大海上颠簸了整整一夜。林小雨紧紧地抱着哥哥，生怕他受到颠簸而伤上加伤。小雨，回去吧，我不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险。林海虚弱地说。哥，你别说了，当年要不是你，我早就被海浪卷走了，现在换我来救你。林小雨红着眼眶说道。经过惊心动魄的航行，他们终于在台湾的一个偏僻海滩登陆。然而刚上岸不久，他们就被台湾的海巡署发现了。站住！不许动！海巡署的人用强光手电筒照着他们。林小雨吓得浑身发抖，但他仍然勇敢地站在哥哥前面，用身体护着他。求求你们，我哥哥病得很重，我们是来看病的，不是来做坏事的。海巡署的人员将他们带到了当地派出所。经过审讯，了解到他们是为了医疗救助而来，而且林海的情况确实十分危急。按照规定，他们本应被遣返回大陆，但负责处理这个案子的警官被兄妹俩的真情所感动，暂时没有立即执行遣返手续。我会联系医院，让他们先给你哥哥做个检查。不过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过几天还是得回去的。警官语气严肃，但不失温和。就这样，林海被送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。医院的主治医生看了林海的情况后，连连摇头，这种情况需要专业的神经外科团队，我建议转到台北的医学中心。听到这里，林小雨灵机一动，医生，我知道台湾长庚医院有位陈志明医生，他之前看过我哥哥的资料，说有治疗的可能，您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他？医生惊讶地看着他，你认识陈医生？他可是我们台湾神经外科的权威啊。在医生的帮助下，他们联系上了陈志明。当陈医生得知林小雨和哥哥竟然冒险偷渡到台湾时，既惊讶又感动。你们稍等，我立刻赶过来。陈医生在电话那头说道。几个小时后，陈志明医生亲自来到了医院。他仔细检查了林海的情况，然后把林小雨叫到了一边。你哥哥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。我们台湾在神经干细胞移植和脊髓修复方面有一些创新疗法，或许可以尝试。陈医生严肃地说，不过这种治疗需要很长时间，而且费用非常高。陈医生，求求您救救我哥哥，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。林小雨急切地说，钱倒是其次，关键是你们的身份问题。按照规定，你们很快就要被遣返回大陆了。陈医生皱眉道。就在这时，警官走了进来。陈医生，根据规定，他们必须在3天内离开台湾。除非什么？林小雨急忙问道。除非有台湾居民愿意为他们提供担保，而且要证明病人的情况危急，必须在台湾接受治疗。警官解释道。陈志明沉思片刻，然后坚定地说，我来做担保人。我可以证明，如果这位患者现在回大陆，他的生命将面临危险。陈志明医生的这个决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不已。陈医生，您确定吗？这可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。警官提醒道，我很确定。陈医生看着林小雨坚定地说，作为一名医生，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。况且我见过太多像这样的病例了。如果放弃治疗，病人的生活质量会非常低下，甚至可能出现更多并发症。林小雨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没想到素昧平生的陈医生会愿意为他们做到这一步。陈医生，真的太感谢您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。不用客气，先把你哥哥的病治好再说吧。陈医生温和地笑了笑，然后转向警官，我会负责处理所有的手续，请给我们一些时间。就这样，在陈医生的担保下，林小雨和林海暂时获得了在台湾停留的合法身份。林海被转入了长庚医院，开始接受系统的检查和治疗。我得先向你们介绍一下台湾的医疗情况。在病房里，陈医生详细地解释道，很多大陆人可能对台湾的医疗水平有误解，认为小岛经济不发达，医疗条件肯定不如大陆城市。实际上，台湾的医疗体系非常完善，特别是在精细化医疗方面，某些领域甚至领先全球。
林小雨点点头，我在网上看到过相关报道，所以才会冒险来台湾寻求帮助。是的，特别是我们长庚医院在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。我们有全亚洲最先进的神经监测设备，能够精确定位脊髓损伤的部位和程度。同时，我们还引进了最新的神经干细胞移植技术和脊髓电刺激疗法。听到这些专业术语，林小雨有些茫然。陈医生看出了他的困惑，耐心地解释，简单来说，我们会采用多种治疗手段相结合的方式。首先进行手术修复受损的脊髓，然后通过干细胞移植促进神经再生，最后配合电刺激疗法和康复训练，帮助病人恢复部分功能。这听起来真的很厉害。林小雨惊叹道，那成功率有多高？陈医生的表情变得严肃，我不能保证100%的成功，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。但是我们医院已经有多个类似病例取得了显著进展，有的患者甚至可以在辅助器械的帮助下站立行走，太好了！林小雨激动地说，但随即又担心起来，可是这样的治疗费用肯定很高吧？确实不低，陈医生坦言，完整的治疗方案包括手术、药物、康复等，大约需要200万新台币左右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林小雨倒吸一口凉气。即使他卖掉了所有家当，也远远不够这个费用。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来说很困难。陈医生看出了他的忧虑，不过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些医疗救助基金。另外，我们医院也有针对特殊情况的减免政策，剩下的部分可以分期支付。谢谢您，陈医生。林小雨感激地说，我会尽快找工作，一定会把钱还上的。别担心，先治病要紧。陈医生安慰他。对了，你在大陆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一名护士，在县医院工作。陈医生眼前一亮，那太好了。我们医院正好需要护理人员。虽然你没有台湾的护士执照，不能直接从事护理工作，但可以应聘护工岗位。这样你既能照顾你哥哥，又能赚些生活费。就这样，林小雨在长庚医院找到了一份护工的工作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至少能维持基本生活，还能随时照顾哥哥。而陈医生也兑现了承诺，为林海申请到了一部分医疗救助金，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。林海的治疗正式开始了。首先是一系列详细的检查，包括核磁共振、电生理检测等，以精确评估脊髓损伤的程度。检查结果显示，林海的脊髓中段有严重挫伤，但幸运的是，并非完全断裂。这是个好消息，陈医生告诉林小雨，虽然损伤严重，但还有修复的可能。随后，林海接受了第一次手术，主要目的是清理受损区域的瘢痕组织，为后续的干细胞移植创造条件。手术很成功，但这只是漫长治疗过程的第一步。术后，林海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，然后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林小雨除了照顾哥哥，还要完成医院分配的护工工作。虽然很辛苦，但他从不抱怨。陈医生经常来病房查看林海的恢复情况，有时候还会在下班后特意过来和兄妹俩聊聊天，了解他们在台湾的适应情况。通过这些交流，林小雨了解到陈医生今年35岁，毕业于台大医学院，后来在美国进修了3年，是台湾最年轻有为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。陈医生，您这么优秀，一定有很多女孩子追吧？有一次，林小雨半开玩笑地问道。陈医生笑了笑，医生的工作太忙了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况且我妈妈的要求可高了，一般人很难入她的法眼啊。原来是丈母娘太严格啊。林小雨恍然大悟，那您妈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？她喜欢传统的中国女孩，温柔贤惠，懂得孝顺，最好还会做一手好菜。陈医生笑着说，你别看我妈妈在台湾住了大半辈子，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大陆人。原来陈奶奶是从大陆过来的啊。林小雨惊讶地问。是啊，我外公外婆是上海人，49年随国民党军队来台湾的。我妈妈虽然在台湾出生长大，但从小受外公外婆的影响，思想很传统。陈医生解释道。林小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难怪陈医生会对来自大陆的他们伸出援手，原来还有这样的渊源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林海的情况逐渐稳定，即将进入下一阶段的治疗——干细胞移植。
这是整个治疗方案中最关键的一步。干细胞移植是一种新兴的治疗方法，在台湾已经有了一定的临床应用基础。陈医生向林小雨详细介绍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将具有再生能力的干细胞注入受损的脊髓区域，促进神经组织的修复和再生。听起来很神奇，林小雨惊叹道，在大陆的医院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治疗方法。这项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前沿研究。陈医生解释道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在医学研究方面投入很大。我们医院与美国、日本的多家研究机构有合作，引进了不少先进技术。虽然大陆的医疗资源总量更大，医院规模也更宏伟，但在某些精细化、个性化医疗方面，台湾确实有自己的优势。林小雨认真地听着，对台湾的医疗水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几天后，林海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手术，手术很顺利，但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来验证。术后，林海需要长期的康复训练和持续观察，接下来的康复过程很关键，也很漫长。陈医生告诉林小雨，可能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明显效果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要期望过高，也不要轻易放弃。林小雨坚定地点点头，我明白，不管多久，我都会陪着哥哥一起坚持下去。就这样，兄妹俩在台湾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。林小雨每天分身乏术，要在医院做护工，还要照顾哥哥的起居，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。但他从不叫苦，每天都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。陈医生看在眼里，心疼在心里。他开始主动帮助林小雨分担一些照顾林海的工作，有时候会在下班后过来陪林海聊天，让林小雨能有时间去休息一下。有一次，林小雨下班回来，看到陈医生正在耐心地教林海做康复训练，那一刻，他的心被深深触动了。陈医生，您真的太好了。林小雨感激地说，您已经这么忙了，还抽时间来帮我们。不用这么客气，这也是我的工作。陈医生笑着说，况且我很欣赏你们兄妹之间的那种相互扶持的精神。在台湾，很多年轻人都追求独立自我，家庭观念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强了。是吗？我以为台湾人的家庭观念应该更传统一些。林小雨惊讶地说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发展轨迹。陈医生解释道，台湾经济早期发展，西方思想影响较深，年轻人的独立意识很强，而大陆改革开放较晚，传统家庭观念保留的更多一些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普遍现象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林小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他发现自己对台湾的了解越来越多，也开始意识到，两岸之间的差异并非想象中那么大，更多的是因为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同发展路径。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，林小雨和陈医生之间的距离也在不知不觉中拉近。陈医生不仅关心林海的病情，还时常询问林小雨的生活状况，甚至会带一些台湾本地的小吃来医院，让兄妹俩尝尝鲜。这个叫卤肉饭，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小吃之一。陈医生打开一个便当盒，香气四溢，还有这个珍珠奶茶，是台湾年轻人最爱的饮料。林小雨尝了一口卤肉饭，惊讶地说，哇，太好吃了，和大陆的卤肉饭味道完全不一样呢。是啊，地方特色嘛。陈医生笑道，等你哥哥的情况再好一些，我带你们去夜市逛逛，那里有更多好吃的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林小雨开心地说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，除了医院和附近的超市，几乎没去过其他地方。就在林小雨和陈医生的关系日渐亲密时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一天下午，林小雨正在医院工作，突然被告知有人找他。林小姐，有位张女士说是你妈妈，正在前台等你。一位护士告诉她。我妈妈？林小雨一头雾水，我父母早就去世了啊。带着疑惑，林小雨来到了前台。一个50多岁的女人站在那里，一看到林小雨就热情地上前拉住她的手，小雨啊。可让我找到你了。林小雨茫然地看着眼前的陌生女人，您是？我是志明的妈妈。女人热情地说，我来医院找我儿子，护士说他在病房陪病人，我就过去看看，没想到在那里听说了你们的故事，真是太感人了。原来是陈医生的妈妈。
林小雨顿时紧张起来。阿姨好，别叫阿姨，叫妈妈。陈妈妈笑着说，我儿子跟我说了你们的事，还说你是个特别懂事的好姑娘。我看了也觉得确实不错，所以特意来见见你。林小雨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手足无措。陈阿姨，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和陈医生只是……哎呀，什么误会不误会的，我看得明白。陈妈妈打断她，我儿子35岁了还单身，平时工作忙得连相亲都不愿意去。这次为了你们兄妹俩的事，可是操碎了心。我当妈的看在眼里，怎么会不明白？林小雨的脸顿时红了。陈阿姨，您真的误会了。陈医生只是出于医德才帮助我们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陈妈妈热情地拉着林小雨的手，你今天下班后有空吗？跟我回家吃个便饭吧。我要好好感谢你，让我儿子终于开窍了。尽管林小雨百般推辞，但还是架不住陈妈妈的热情，最终答应了去陈家吃饭的邀请。当天晚上，陈医生下班后得知这个消息，苦笑着对林小雨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妈妈就是这种热情的性格，你别有太大压力。林小雨红着脸点点头，没关系，陈阿姨人很好。陈家位于台北市内的一处高级住宅区，房子不算大，但布置得非常温馨。一进门，林小雨就闻到了阵阵饭菜香。来来来，小雨，快坐。陈妈妈热情地招呼她，今天我特意做了几道上海菜，尝尝合不合你口味。饭桌上，陈妈妈一直在询问林小雨的家庭情况、生活习惯，甚至连喜欢吃什么、将来有什么打算都问得仔细。陈医生有些尴尬地打断，妈，你别问这么多，小雨会不好意思的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陈妈妈瞪了儿子一眼，我看小雨这么懂事，又这么孝顺，不像现在台湾的女孩子整天想着自己。小雨啊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妈，陈医生无奈地叫道。林小雨红着脸摇摇头，没有，我一直忙着工作和照顾哥哥。那正好，陈妈妈眼睛一亮，我儿子也单身呢。你们年龄也挺配的，都是正经人，在一起多好啊，妈。您别瞎说，陈医生尴尬至极。就这样，在陈妈妈的热情撮合下，林小雨和陈医生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虽然两人都没有明确表态，但彼此之间的互动明显比以前更加亲密了。与此同时，林海的康复训练也在稳步推进。经过3个月的治疗，他的下肢终于有了一些知觉，手指也能活动了。虽然距离完全康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。太神奇了！林海激动地对妹妹说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脚趾了。这在大陆的医院，医生都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是啊。林小雨喜极而泣。陈医生说，如果恢复顺利，再过几个月你就有可能站起来了。就在兄妹俩沉浸在喜悦中时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，他们在台湾的临时居留许可即将到期，按规定必须回到大陆，怎么办？哥哥的治疗才进行到一半啊！林小雨急得团团转。陈医生也很着急，他四处奔走，试图为林海申请延期，但都没有成功。就在他们束手无策之际，陈妈妈突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，小雨啊，你和志明结婚吧，这样你就能获得台湾居留权，你哥哥也可以以家属身份留下来继续治疗。这个提议如同晴天霹雳，震惊了所有人。林小雨不知所措，陈医生也哑口无言。妈，您别开玩笑了。陈医生终于开口，谁开玩笑了？陈妈妈认真地说，我看得出来你对小雨有意思。小雨也是个好姑娘，你们在一起挺合适的。况且这样也能帮助小雨的哥哥，一举两得，有什么不好？林小雨低着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方面，他确实对陈医生有好感；另一方面，他不想利用婚姻来解决问题，这对陈医生太不公平了。看出林小雨的犹豫，陈医生走到他面前，温柔地说，小雨，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我确实很喜欢你。你善良、坚强、懂事，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女孩。如果你也愿意，我很乐意和你结婚，不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，而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你。林小雨抬起头，看到陈医生眼中的真诚，感动得泪如雨下。陈医生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但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困难而拖累你，不是拖累，是缘分。陈医生握住他的手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哥哥的事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相遇。
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啊！就这样，在相互的真心和家人的祝福下，林小雨和陈志明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通过婚姻关系，林小雨获得了在台湾的合法居留权，林海也得以继续接受治疗。1年后，在精心的治疗和康复训练下，林海奇迹般地站了起来。虽然行走还需要拐杖辅助，但相比起医生最初判断的终身瘫痪，这已经是无比幸运的结果了。谢谢你们！林海激动地对妹妹和妹夫说：“如果不是你们，我这辈子可能真的要在轮椅上度过了。”哥，这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。林小雨抹着眼泪说：“是啊，林海，你的意志力让我们所有人都钦佩。”陈志明拍拍林海的肩膀，这也证明了两岸的医疗合作可以创造更多奇迹。如今，林小雨已经在陈志明的帮助下，通过了台湾的护士执照考试，在长庚医院正式成为一名护士。林海也在康复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负责指导其他脊髓损伤患者进行康复训练。至于陈志明和林小雨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了医院里的一段佳话。两人计划将来开设一家康复中心，专门为两岸的脊髓损伤患者提供治疗服务，让更多像林海这样的病人重获新生。这个源于兄妹亲情、医患信任，最终开花结果为夫妻之爱的故事，不仅温暖了当事人，也温暖了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。好啦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。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